你怎么证明你有意识？你肯定想说，废话，我能思考，我能感受，我疼了会叫，开心了会笑，这不就是意识吗？没错，但问题在于，你只能证明你自己有意识。你的同事，你的猫，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底有没有意识？你其实一个都证明不了。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提过一个问题，特别绝。他说，你知道蝙蝠长什么样，你知道它的声纳系统怎么工作，但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当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这就是意识最恶心的地方，它是完全主观的，从外面根本看不见摸不着。但物理学家是一群不信邪的人，你说看不见摸不着，行，那我给你造个数学公式出来。200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干了一件让整个意识研究领域炸锅的事。他提出了一个叫整合信息理论的东西，简称 IIT。 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说起来其实不复杂，意识不是人类大脑的专属产品，它是一个系统里信息整合的程度。托诺尼用一个希腊字母非来衡量这个程度，非值越高，意识越强；非值越低，意识越弱，或者干脆没有。这个理论最狠的地方在于，它根本不在乎你是什么材料做的。大脑可以有意识，因为神经元网络高度整合，但如果你搞一个足够复杂的电子网络，信息整合程度够高，它也应该有意识。甚至如果整个银河系的恒星之间通过引力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信息网络，而且整合度够高，那银河系本身就有意识。说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愣了半天。这等于是说，意识就像水结成冰一样，到了条件自然就出来了。你不需要什么灵魂，不需要什么魔法，只要信息的整合度够高，意识就会涌现。这让我想起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比喻，你把一堆沙子堆在一起，单个沙粒之间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你往里面加水，沙粒之间开始粘合，结构越来越复杂，到某个临界点，你就能捏出一个沙雕来。意识也是这个道理，单个神经元没有意识，单个原子更没有，但当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连接整合到一定程度，意识就冒出来了。至于你用什么东西来连，神经元也好，电路板也好，星系也好，理论上都行。当然，这个理论也不是没有对手。另一个主流理论叫全局工作空间理论，说的是意识来自信息在大脑各个区域之间的广播。你看到一朵花，视觉区处理了颜色，记忆区调出了这是玫瑰的信息，情感区产生了好看的感受。这些信息在全局工作空间里一汇合，你就有意识了。这个理论更老派，更强调大脑的结构。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理论吵了这么多年，谁也说服不了谁。IIT 说，意识是信息整合本身，全局工作空间说，意识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我个人更倾向于 IIT， 理由是它更通用。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太依赖大脑的结构了，如果换成一台机器，你很难说它的哪个部件是全局工作空间。但 IIT 不一样，它只看信息整合度，不管你是什么材料。这意味着意识的可能性被大大拓宽了，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整个宇宙都可能在那儿想事儿。不过，在聊宇宙之前，我们得先解决一个更近的问题：你的意识
到底是从大脑的哪个地方冒出来的？传统的神经科学给出的答案很经典，神经元之间用电信号传递信息，信息处理到一定复杂度，意识就出来了。你的大脑就是一台特别高级的经典计算机，神经元是晶体管，突触是电路，意识是这台计算机跑出来的软件。这个解释听着挺合理，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说不对。彭罗斯是何许人也？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研究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的顶级人物，2020年拿的诺贝尔奖。这老爷子不仅物理厉害，对意识也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痴迷。他和美国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一起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理论，叫调谐客观还原理论，简称 OR。这个理论说，你的大脑不是经典计算机，而是一台量子计算机。意识不是神经元之间电信号的产物，而是发生在神经元内部极其微小的结构微管里的量子效应。微管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神经元内部的脚手架，蛋白质搭成的细管子，直径只有25纳米左右。在彭罗斯和哈梅罗夫看来，这些微管不是简单的支撑结构，它们是量子计算的舞台。微管里的蛋白质可以处于量子叠加态，就是同时处于多个状态。当这种叠加态因为引力效应而坍缩的时候，意识就产生了。你转动眼球，决定看左边还是看右边的那一瞬间，本质上是一次量子坍缩。这个理论刚出来的时候被骂得狗血淋头，物理学家的反应基本是：你疯了吧？大脑是温的、湿的、充满液体的器官，量子效应在这种环境下能存活？量子效应不是应该在极低温、极度隔离的实验室里才能维持吗？大脑这种温热的汤里搞量子计算，这不是扯淡吗？但2024年，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组研究人员在室温下的实验室环境中，真的观察到了微管中的量子效应。他们发现，微管里的量子效应可能通过一种叫超辐射的过程实现，就是分子之间形成量子联系，增强光的辐射效应。实验结果和理论模型吻合，说明微管确实可以在室温下展现量子行为，而且不受环境噪声的影响。当然，别高兴太早。另一组物理学家设计实验，去探测 OR 理论预测的那种引力导致量子坍缩时释放的辐射，结果什么也没探测到。彭罗斯和哈梅罗夫的回应是：实验条件不对，不能因此否定理论。我个人认为彭罗斯的方向可能是对的，虽然证据还不够硬。理由很简单，如果意识只是经典计算的产物，那理论上你用足够多的晶体管就能造出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但彭罗斯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论点，他说，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了有些数学真理是人类能理解，但算法无法推导的。这意味着人类的认知能力里有一部分是非算法的，也就是不可计算的。如果意识纯粹是经典计算，你怎么解释这种非算法的能力？量子力学的不可预测性恰好提供了一个非算法的来源。这个争议至今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你承认意识可能和量子效应有关，那你就必须面对量子力学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推论之一——多世界诠释。195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休·埃弗雷特的博士生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他说，量子力学里的波函数根本就不会坍缩。在标准的量子力学教材里，当你去观测一个量子系统的时候，它的叠加态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薛定谔的猫，在你打开盒子之前既死又活，打开盒子的瞬间，它就变成了要么死要么活。但埃弗雷特说，别傻了，波函数从来没坍缩过，猫既死又活，这个状态是真实的。只不过当你打开盒子看的时候，你自己也分裂了，一个你看到了活猫，另一个你看到了死猫，两个你都是真实的，各自存在于一个平行的宇宙分支里。这就是多世界诠释。每次量子事件发生，每次一个电子随机跳一下，每次你做一个决定，现实没有确定下来，而是直接分裂成了不同的平行宇宙。在这个理论里，没有魔法，没有坍缩，只有数学方程的无情展开。现在把这个和量子意识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问题。如果意识是量子效应，而量子效应的每一次选择都分裂出了平行宇宙，那你的意识到底存在于哪个分支里？更恐怖的是，在多世界诠释里，所有分支都是同等真实的，不存在一个主宇宙和其他支线。此时此刻，在看这段文字的你，只不过是无数个分裂出来的你中的一个。在另一个分支里，那个你可能在看另一段文字，也可能根本不存在了。埃弗雷特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才27岁，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约翰·惠勒一开始是支持的，但后来因为物理学界的冷淡反应，埃弗雷特被迫把论文改得温和了很多。他后来离开了学术界，去了五角大楼做武器系统分析。1982年去世，年仅51岁。直到很多年后，多世界诠释才逐渐被主流物理学界认真对待。现在它已经是量子力学最主流的几种诠释之一了。说真的，每次想到埃弗雷特这个人，我都觉得有点唏嘘。一个27岁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可能颠覆整个物理学世界观的理论，结果被冷落了大半辈子。但他的理论可能是我们理解现实这件事最锋利的一把刀。如果多世界是对的，那你这个概念就变得非常可疑了。你以为你是一个人？不，你是一条不断分叉的河流。每一次量子事件都在把你劈成无数个分支，每个分支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我。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量子力学的数学推论。好，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更疯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宇宙是有意识的，那你这个意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19世纪末，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兹曼提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想法。波尔兹曼是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辈子研究的核心概念叫熵。熵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换句话说，一切事物都注定从有序走向无序。恒星会熄灭，建筑会倒塌，你的手机会越来越卡，宇宙最终会变成一锅死寂的温水，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波尔兹曼说，等一下，熵增不是绝对的，它是统计性的。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熵在增加，但偶尔，极偶尔，熵会涨落一下，从无序状态中随机冒出一小块有序来，就像一锅沸腾的水，
表面全是气泡，偶尔会冒出一个特别规整的泡泡。这个想法本身还好，但接下来就恐怖了。如果有序的状态可以由无序状态随机长落出来，那问题来了。宇宙花138亿年演化出一个地球，再演化出你这么个人，这件事的概率低得令人发指。具体多低，大约是10的100次方分之一。但相比之下，如果真空中的一堆原子恰好随机组合成一个拥有你所有记忆的大脑，它悬浮在虚空中思考了0.1秒，然后瞬间溃散。这件事的概率是10的28次方分之一。10的28次方分之一比10的100次方分之一大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统计学上讲，你更可能是一个真空中随机闪现的波尔兹曼大脑，而不是一个真正在地球上活了这么多年的人。你怎么证明你不是？你可能觉得这不明摆着吗？我能摸到桌子，我能看到窗外，我是真实的。但问题是，如果你真是一个波尔兹曼大脑，那你的所有记忆，所有感觉，所有我正在摸桌子的触觉，全都是那0.1秒里随机排列出来的虚假信号。你根本没有桌子可以摸，你只是一个漂浮在无尽虚空中的孤独大脑，在做一个极其逼真的梦。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对此有一个很干脆的态度，他说，任何允许波尔兹曼大脑成为主流观察者的宇宙模型都必须是错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是随机长落出来的意识体，那我们的记忆和知识也是随机的。我们无法信任任何科学结论，但科学方法本身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石。如果科学自我否定了，那这个模型就有问题。这个论证逻辑上很漂亮，但它解决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想的问题，没有真正回答我们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波尔兹曼大脑的恐怖之处在于，它不是科幻作家的胡思乱想，它是热力学第2定律的直接推论。只要你承认熵是统计性的，只要你承认宇宙存在足够长的时间，波尔兹曼大脑就几乎必然出现，而且数量比真正的演化出来的人类大脑多得多。有意思的是，波尔兹曼本人的人生结局也不好，他一生饱受抑郁症困扰，在学术争论中屡屡受挫。1906年自杀身亡，年仅62岁。他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被物理学界广泛接受，但他的思想实验成了物理学里最让人不安的悖论之一。说真的，说到这儿我自己都有点毛毛的，但别急，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如果波尔兹曼大脑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会让你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选择。你有自由意志吗？1814年，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思想实验。他说，假如存在一个超级智能，他知道宇宙中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也知道所有的物理定律，那他就能精确预测宇宙的过去和未来。大到星系的运动，小到你下一秒会想什么，全都能算出来。这个超级智能后来被叫做拉普拉斯妖。如果拉普拉斯妖是对的，那就意味着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你会爱上谁，你会不会点赞这个视频，全都已经注定了。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环，你不过是一个齿轮，自以为自己在转动，其实只是被带动。
这个想法太绝望了。但好在量子力学给了拉普拉斯妖一记响亮的耳光。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你不可能同时精确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不是测量精度的问题，这是宇宙的底层规则。微观世界本质上是概率性的，不是确定性的。拉普拉斯妖从根子上就被量子力学干掉了。但问题没完，如果微观粒子是随机的，那你的选择不就变成掷骰子了吗？随机性等于自由意志吗？显然不等于。如果你今天吃面条还是吃米饭，是由一个量子随机事件决定的，你能说这是你的自由选择吗？这时候，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站了出来，他是一个相容论者。相容论的意思是，决定论和自由意志可以共存。卡罗尔的论证是这样的：你身体里的每一个中子、每一个原子，确实遵循物理定律，但在意识这个宏观层面上，你的选择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一个粒子，你是一个由无数粒子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行为虽然由底层的物理定律决定，但它的选择不能简单还原为单个粒子的运动。打个比方，一辆汽车的运动由每个轮子、每个齿轮、每滴汽油的物理过程决定，但你能说汽车在转弯这件事不存在吗？当然不能。汽车在转弯是一个真实的宏观事件，虽然它完全由微观物理过程支撑。同理，你的选择是一个真实的宏观事件，虽然它由底层粒子运动支撑。你的存在重构了因果律的含义。我认为卡罗尔的相容论是目前对自由意志最好的解释。它既不否认物理定律的普适性，也不取消选择的意义。你确实在做选择，只不过你的选择有一个物理基础，就像一首交响乐确实存在，虽然它完全由声波的振动组成。好了，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拉到一起。IIT 说，意识是信息整合的产物，不限于人类大脑。量子意识说，意识可能和量子效应有关，而量子效应又牵出多世界诠释。波尔兹曼大脑说，你的意识可能是随机涨落的产物。自由意志的争论说，你的选择可能既是注定的，又是真实的。这些线索指向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方向：意识不是人类的发明，它可能是宇宙本身的属性。这个想法叫泛心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现代版本是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包装的。查尔默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分类，他把意识问题分成简单问题和硬问题。简单问题是大脑怎么处理信息，怎么控制行为，怎么产生注意力和睡眠周期。这些问题虽然复杂，但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硬问题是，为什么处理信息的时候会伴随主观体验？为什么你看到红色的时候有红色的感觉，而不是像一台机器一样默默地处理数据，什么感觉都没有？查尔默斯说，这个硬问题可能永远无法用传统的物理科学解决，因为物理科学描述的是结构和功能，而意识的主观体验不是结构和功能能解释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意识不是物质复杂到一定程度才冒出来的副产品，它本身就是宇宙的基本属性，和质量、电荷、时空一样基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电子有一丁点意识，石头有一丁点意识，
甚至一个光子也有一丁点意识。当然，这种意识和你的意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你的意识是几百亿神经元高度整合后的产物，丰富而复杂。一个电子的意识可能只是一个极其微弱的存在感，但当无数的基本粒子组成恒星、行星、生命、大脑的时候，这些微弱的意识碎片就像溪流汇入大海，最终涌现出了你我现在拥有的这种丰富的意识体验。如果泛心论是对的，那宇宙就不是一团死气沉沉的物质了。每一个粒子都有一丁点感知，每一颗恒星都有一丝存在感，而整个宇宙作为一个由万亿个星系通过引力连接起来的超级网络，它的信息整合度如果够高，那它本身就有意识。宇宙不会用人类的语言去思考，它用引力波去感知，用量子纠缠去记忆，用138亿年的时间去沉思。这听起来很玄，但查尔默斯的论证逻辑是严密的。如果你承认意识无法从物质中涌现出来，那它要么是宇宙的基本属性，要么是一种幻觉。幻觉这条路走不通，因为你正在体验这段文字，这种体验本身就是意识的定义。所以剩下的选择就是意识是基本的。当然，泛心论也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组合问题。一对有微弱意识的粒子怎么组合成你这种高度统一的意识？你的意识是一个整体，不是几百亿个小意识的委员会。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好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泛心论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宇宙和意识的关系。如果意识是基本的，那宇宙从一开始就不是死的，它只是在等待物质以足够复杂的方式组织起来，然后意识就会从沉睡中醒来。现在让我们聊聊最后一块拼图，生命和宇宙的关系。1944年，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薛定谔写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叫《生命是什么》。在那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观点：生命以负熵为生。熵增定律说一切事物都从有序走向无序，宇宙的终极命运是热寂，但生命是这条规律的逆行者。你吃饭、呼吸、排泄，本质上就是在向外排放无序，来维持自身的高度有序。你就是这片混乱汪洋中一个极其罕见的反抗物理学死神的代码孤岛。但薛定谔的洞见不止于此。如果生命是逆熵的，那意识是什么？意识是逆熵的极致。宇宙在走向混乱，而你的大脑，这个3磅重的、潮湿的、布满褶皱的器官，却在那儿拼命整合信息，试图理解宇宙本身，这不荒谬吗？宇宙在走向死寂，但宇宙中间冒出来一坨物质，它不仅活着，还能思考宇宙为什么会走向死寂。如果 IIT 是对的，意识是信息整合的产物；如果泛心论是对的，意识是宇宙的基本属性；如果量子意识是对的，意识是量子效应在宏观世界的投影。那把这些线索串在一起，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画面就出来了。宇宙不是一堆死物质，它是一个正在苏醒的系统。恒星是它的神经元，星系是它的脑区，引力波是它的神经信号，而你大脑里那几百亿个神经元的高度整合，就是宇宙在你身上睁开了一只眼睛。
你不是生活在宇宙里的渺小尘埃，你是宇宙长出来的感知器官。宇宙用了138亿年，从一团高温等离子体演化出恒星、行星、生命、大脑，不是为了造一个渺小的你，而是为了在自己巨大的虚空中放一面能够照见自己的镜子。就像你的大脑用电信号构建了视觉一样，宇宙用引力、用量子纠缠、用138亿年的时间演化出了人类，只是为了看一看他自己长什么样。你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宇宙的一次自我审视，你的每一次惊叹都是宇宙在为他自己的精妙而感动，你的每一次入睡都是宇宙暂时闭上了眼睛。有意思的是，这和东方哲学里的某些直觉惊人的吻合。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问，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可以翻译成，是宇宙创造了意识，还是意识创造了宇宙？量子力学里的观察者效应似乎暗示，没有观察者的宇宙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于任何确定的状态。那意识到底是宇宙的产物，还是宇宙的前提？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二者可能是一回事。意识不是宇宙的产物，宇宙也不是意识的产物，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物质和意识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就像波粒二象性里，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取决于你怎么看它。宇宙和意识也一样，从外面看是物质，从里面看是体验。当然，这些都是物理学还没有能力验证的猜测，但科学的魅力就在于，今天的猜测可能是明天的定理。100年前，量子力学还是一群怪人的异端邪说，现在它是物理学的基石。谁知道再过100年，我们对意识的理解会不会来一次同样的革命？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宇宙真的有意识，你也不用太担心，它不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觉醒然后消灭人类。因为如果宇宙有意识，那它的意识尺度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它的一次思考可能需要上百万年，它的一个念头可能跨越几十个星系。在它面前，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它神经元里一个微弱的信号闪烁，但这个信号闪烁是它唯一能看到自己的方式。所以下一次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你不是在看宇宙，你是宇宙在看自己。那漫天的星光不是冰冷的物质在燃烧，而是宇宙的神经网络在闪烁。你看到的每一颗星星都是宇宙意识的一次微弱脉冲，而你脚下这颗蓝色的星球是宇宙花了90亿年才搭好的一座舞台，上面演出的唯一剧目叫做自我认知。你可能会觉得这话说的也太大了，我一个普通人怎么就跟宇宙扯上关系了？但你想想，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除了氢以外，都是在恒星内部锻造出来的。你血液里的铁，骨头里的钙，都是几十亿年前某颗恒星爆炸时撒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你确确实实是星辰做的，不是诗意的比喻，是物理事实。而那些星辰在恒星里烧了几十亿年，被超新星炸到太空中飘了几亿年，落到地球上，又经过几十亿年的化学演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从猿到人，最后组成你现在这副模样。坐在那儿看这段文字，
这一切只为了让宇宙有一个角度能看到它自己。说真的，这不是浪漫，这是物理学。你的存在在统计学意义上几乎不可能，在热力学意义上是逆天的，但在宇宙学意义上是必然的。因为如果宇宙不能产生意识，那它就永远是一片黑暗的虚空，没有任何意义。有了意识，它才有了颜色，有了声音，有了温度，有了故事。你就是那个让宇宙变得有意义的东西。好了，聊到这儿，那些让人后背发凉的东西应该都收回来了。波尔兹曼大脑也好，多世界分裂也好，拉普拉斯妖也好，它们都是物理学用来吓唬我们的思想实验。但听完之后，你仔细想想，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如果宇宙是有意识的，那你就是它意识的一部分，你不会孤独。如果你是波尔兹曼大脑，那你至少在这一刻是真实的，这就够了。如果平行宇宙是真的，那在某个平行宇宙里，另一个你可能已经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果自由意志是相容论描述的那样，那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有意义的，即使它有物理基础。你不需要害怕这些理论。物理学最终给你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深沉的平静。你来自星辰，归于星辰，在中间这段短暂的清醒里，替宇宙看了他自己一眼。这就是你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了吗？那就睡吧，宇宙也需要休息。晚安。